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0月29日星期三，佛历12月上初八，万象晴，23到32摄氏度。今天是佛日，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牢记佛陀教诲，勤修戒定慧，远离贪嗔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3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6基普，跌幅 0.03%。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5.8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5.69基普，涨幅 0.86%。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2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3基普，涨幅 0.1%。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322.17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8.57 点，跌幅 0.64%。开盘 1330.44 点，最高 1332.14 点，最低 1292.69 点。成交量950700股，成交金额23.26375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30基普，交易量517400股，其次是联合发展银行和外贸银行。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联合发展银行，收盘价9000基普，交易额184105万基普。其次是外贸银行和浦西开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310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100万基普，跌幅 2.27%。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0月22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94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14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79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总理出席东盟系列峰会。10月27日，总理宋塞西潘敦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了4场东盟系列高级别峰会。在第26届东盟韩国峰会中，双方启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和打击网络犯罪等合作。在第28届东盟与中日韩峰会中，各方全面推动经济金融一体化、清洁能源和粮食安全合作。在第20届东亚峰会中，强调了东盟的中心地位，重点深化各方在能源环境、互联互通和减灾等领域的合作。在第15届东盟联合国峰会中，双方通过2026到2030年行动计划，加强减灾能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2. 万象省缉毒警方10月逮捕13人。10月13日至22日期间，万象省公安厅禁毒警察在万象省多地展开缉毒行动，成功侦破一系列贩卖卡通业的案件。系列行动中，一共逮捕了13名嫌疑人，其中包括3名泰国人以及老挝的工人、学生和商人。缴获卡痛液905.1公斤，含有美沙芬的止咳糖浆6094瓶，电子烟333个。目前，所有被捕嫌疑人及缴获物品已被移交警方，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和依法处理中。3. 网约车运营商绿植公司为员工举办安全驾驶与司机礼仪培训。上周末，绿植公司在万象市为职员和出租车司机举办了安全驾驶及司机礼仪培训。万象市交通警察局局长桑空坡马拉上校和万象市公共工程与运输局运输科科长龙卡塞亚散出席并主讲。培训重点内容包括分析当前交通事故情况，强调道路秩序和安全的重要性，详细讲解交通法规、道路秩序管理、法律执行、罚款措施和交通标志等。此次培训旨在增强驾驶员的基础交通法规意识，理解相关文件内容，掌握正确的驾驶方向、技术和方法，以确保行车安全。此次培训也是落实公共工程与运输局关于公路安全驾驶培训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提升司机的驾驶水平和职业礼仪。4. 亚洲开发银行代表会见琅勃拉邦省副省长。
10月27日，亚洲开发银行城市发展专家伊丽莎白郑女士率团，在琅勃拉邦省会见副省长本勒辛塞沃拉冯，汇报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琅勃拉邦市环境改善项目的进展情况。该项目总预算为4500万美元，旨在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强化城市服务和旅游业环境，促进女性领导力和就业。副省长汇报了近期省级会议的结果，讨论了项目进展和挑战。双方一致同意将共同努力，确保城市环境改善项目按计划有效实施并顺利完成。5. 红沙电力公司联合3县举办功德义布施。近日，红沙电力公司联合红沙县、孟温县和香霍县，共同举办了大团结功德义布施活动，以传承佛教传统并促进团结。红沙电力总裁与3县领导共同担任仪式主席。红沙电力公司的员工、各级政府代表和民众也积极参与其中。活动目的是为寺庙筹集资金，用于修缮、翻新和新建僧舍、鼓楼和法坛等设施，使寺庙继续作为社区的精神中心。善款总额包括4亿3897万6500吉普、64万1427泰铢、82人民币以及1万越南盾。红沙电力公司对所有捐赠者表示感谢。6. 巴色友谊商场举办年度盛典老挝原味飘香。10月27日，巴色友谊商场隆重启动其年度大型文化活动2025老挝原味飘香，占巴塞省省长阿伦塞孙纳拉等领导出席。活动旨在保护与弘扬老挝民族文化与艺术，推动老挝人游老挝国内旅游，广受青年和游客好评。活动内容包括占巴塞儿童文化中心的民族乐器表演、地方民歌、传统皮影戏等，同时展出占巴塞美术和建筑系学生的艺术作品，并仿建了老挝传统民居和阿普寺模型。活动期间还将举办民族服饰选美比赛，并提供传统服饰租赁服务。商场内还设有手工艺协会展位，促进当地特色产品、手工艺品和礼品的展销。省文化旅游厅厅长表示，该活动对促进当地旅游业氛围和文化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期望能成为年度常规活动。7. 万象隆重纪念国宝级学者马哈希拉维拉冯诞辰120周年。10月25日至26日，马哈希拉维拉冯基金会、老挝作家协会等在万象什塞塔尼县举办马哈希拉维拉冯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前总理潘坎维帕万及各界人士出席，共同缅怀这位被授予国家艺术家称号的杰出学者。会议核心回顾了马哈希拉维拉冯的以下重大贡献。在不同历史时期，他统一编写并出版了全国通用的老挝语语法教材。在1930年代，他成功抵抗了以拉丁字母取代老挝文字的企图，并争取老挝语成为官方语言。他负责编纂了老挝王国教育部颁布的第一部老挝语词典。他将桑辛塞等多部古代文学作品改写成现代老挝文字，并编写了老挝第一部历史书。马哈希拉维拉冯基金会主席表示，基金会将继续支持老挝语言、文学、历史等领域的研究与出版工作。活动第二天举行了布施仪式和研讨会，以传承和弘扬他的文化遗产。8. 巴色市普孝餐厅发生火灾。10月28日下午约1点35分，占巴塞省巴色市彭沙湾村的普孝餐厅发生火灾。该餐厅业主为29岁的维莱沙林西。占巴塞省消防警察部门报告了初步损失。普孝餐厅被完全烧毁，餐厅内物品同时也被烧毁。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关于具体的财产损失价值和起火原因，警方正在详细收集数据和信息，后续将进行公布。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